军纪腐败贪污成风，抗战末期，日军的军纪也大大的走了样。最初日本普通军人从来不知道捞钱，到了这时也把心横了起来，专事敲诈，军队捉去了人，可以请人说情，那会释放。最滑稽的是各警局的日本副局长，特别是老闸区、新闸区的2个副局长，竟然也学中国白象人的作风，收起徒弟来，有时还坐收打秋风，由徒弟们分派帖子到各商行、各富户，接到帖子的人都乖乖地送上一份人情。还有，他们也常常由翻译等牵东牵西讲金头，因而从中捞一笔。我有一个老朋友，姓何，他的父亲早年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科学仪器馆做职员，他们经售的仪器大部分从日本运来。战前他也到过日本，考察到所有的寒暑表挂在墙上的温度计、探热针都是家庭工业，所用玻璃管由厂家供给，只要略略加工就可以做成。回到上海之后，他也设厂自己做，厂房初时小得很，只有2个花棚大小，后来逐渐扩大，工人也用到200多人，取名叫做中华化工厂。此时中日交通困难，日货已不再运沪，因此这家厂越来越发达。日本的骑兵、马匹数量极大，军队出发时都要备好马匹用的探热针，此种探热针又粗又长，由于交通不便，只好向中国工厂去定造，每次要做500至1000打之多。有一次何军对我说，现在日本人的风气坏极了，他们来定造马用探热针，不但要从中拿回40%回用，还要叫他们代报虚账。报虚账的方式是1000打探热针送去，点名之后，次日军人会拿回500打来兑现钞，这些现钞都是跑马厅中军人分派的。有一次，跑马厅驻军调换新人，查出这件贪污案，将何军拘捕，但是也有日本人从中为他说相，送了几根金条，3天之后就放了出来。谁知道隔了不久，新来的人也来这一套，定的数量更大，动辄1万打，而拿回来的数量也更大了，他们就赚了好多钱。日本人投降之后，何军因此被捕过一次，知道的人很多，国军接收之后，他又被捕入狱，罪名是资敌。不但入狱，而且连厂都被当作敌产没收了。何军愤慨非常，病毙狱中。写到这里，本节已告结束。但是我要声明，以前所写的抗战时代的情况，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年月我已记不清，譬如前一期关于日本军票兑换的事情，时间上前后有误差，因为储备票发行之后，军票已渐渐停发，特别是上海军票根本不通用，这一点我是要顺便更正的。